我刚敲开隔壁的大门，就被周妈妈推进周清顾的卧室。乖乖，靠你了，别忘了咱们的计划。说完不给我一点反应时间，啪把房门给锁了。与此同时，浴室门被打开，周清顾从里面出来，身上还散发着热气。他只穿了条家居裤，毛巾随意的搭在头上，露出大片冷白的肌肤，残余的水珠顺着修长的脖颈缓缓滑下。就在我视线下一道腹肌以及那若隐若现的人鱼线时，周清顾不自在的轻咳了一声。你来干嘛？我迈步站定在他面前，踮脚仰着头看他。想你了呗，给你发消息都不回，只好亲自来见你了哦。大家熟门熟路的，做这种事还怪紧张的。周清顾的身子绷得笔直，恶狠狠的话在头顶盘旋。你要不要看看你都发了些什么？自从接到周妈妈要我试探她是不是 gay 的任务后，我每天都在网上给她发骚话，不骚的我不发。我今天去医院照 CT 了，脑子有点疼。周清顾，医生也说你有神经病。非也，医生让我少想点和你亲嘴的事，这是我能忍。我宁愿头疼也想和你亲嘴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是不是也这样想的？我不亲嘴也行，那做点成年人的事。我恶劣的勾着唇，把脸往前凑了几分。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我绝对不反抗。周清顾脸色难看，把我从他身上扯下来，摔在床上。他靠得很近，温热的气息萦绕在鼻尖，是清新的沐浴露香味。我有些紧张的捏紧被子，心里既害怕他做什么，又害怕他不做什么。下一秒，周清顾勾起唇角，拉过被子，把我卷成毛毛虫扛在肩上。周清顾，你干嘛啊？咱们动嘴的事，你居然动手！我扭动着身子想要下去，可突然臀部被人拍了一下，不轻不重，刚好能感受到。虽然隔着被子，但我的耳朵没出息的开始发热。周清顾的声音又冷又凶，老实点。他把我丢在客厅沙发上，单手撑在扶手上，低声警告：苏念瑶，别来招我！可恶啊，这样都没兴趣，不会真喜欢男人吧？饭桌上我也没闲着，肆无忌惮的把拖鞋甩在一边，将脚放在周清顾的小腿处，轻轻磨蹭。周清顾吃饭的手顿住，漆黑的眸子沉了几分，喉结上下滚动。我非但没害怕，还故意夹了块排骨放进他碗里，勾着坏笑。周阿姨做的排骨还是那么好吃。周妈妈笑得花枝乱颤，根本不知道饭桌下春光涌动。还是瑶瑶会说话，你要嫁过来，我天天给你吵。这句话听了不下100遍，偏偏周清顾无动于衷，也不怪阿姨怀疑他是 gay。我挑衅的看着周清顾，回复道：也不是不行，小时候我就爱黏着周清顾，当他的小尾巴。他逃课我掩护，他打架我助威，他挨罚我求情。周围的街坊邻居都成了我俩的 CP 粉，天天打趣我是周家的乖巧媳妇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对他萌生了青春期的悸动，找准时机就缠着他。但他像个禁欲的和尚，有好多女生喜欢他，向他表白都被拒绝了。我望而却步，直接给自己判了死刑。转头喜欢上了小区超市阿姨的儿子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每天蹭免费的黄瓜味薯片，嘎嘎好吃，嘎嘎脆。周清顾知道后没什么反应，但我妈却天天拿着藤条在家门口守着我，只要发现我嘴里和手上有薯片的痕迹，就得给我一顿胖揍。我不是憨的，稍微想想就知道是谁告的密。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文具店老板的儿子，烤冷面阿姨的儿子，校门口能接触到的我都喜欢了个遍。当然了，这些喜欢都不是真喜欢，就是小屁孩口嗨罢了，我绝不承认是他那点小恩小惠。不过那时候我也意识到周清顾是真的不喜欢我，要不然他怎么不吃醋呢？所以当周妈妈来拜托我的时候，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。反正他不喜欢我，随便聊也不会出事，顺便还能看到他吃瘪的样子，一举两得。在即将抵达某处温热时，周清顾猛地握住我的脚腕，力道不轻。我微微蹙眉，趁周妈妈去添饭的时候小声抱怨：你弄疼我了。周清顾失神，松开对我脚踝的桎梏，倏地站起来留下一句安分点，就躲进了房间。我耸耸肩，满不在乎的继续吃饭。臭脾气，
明明有反应。闲来没事，我去周清顾实习的公司找他蹭饭，顺便撩拨。他鹤立站在来往的人群中，贴合的西服衬得他整个人愈发挺拔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他这么正经的样子，越看越喜欢。饭桌上不时有人过来和他打招呼，看来他在公司还挺受欢迎。后来又来了个长相温婉的女孩子，穿着棕色长裙，长长的头发被她组成花苞的模样。你也来吃饭啊？没有位置了，可以和你一起拼桌吗？周清顾没太在意，示意他自便。女孩坐下来嘴就没停过，一直和周清顾说着工作上的事，一会儿蹦出个专业名词，一会儿又是全英文对话。我完全插不上嘴，默默的往嘴里塞大米饭，心里有些酸酸的。话题不知何时转到了我身上，女生含笑问：“这是你妹妹吗？”好可爱啊！我一眼就看出她对周清顾有意思，在试探我是不是她女朋友。周清顾没有否认，但也没承认。真是心烦。我双手继续和螃蟹腿做斗争，自然的对着周清顾说道。周清顾帮我扎一下头发，粘嘴里了。他站起来，露出手腕上的皮筋，有些笨拙的帮我重新绑上，还用指腹擦掉了我嘴角的余汁。放着吧，我来弄。你先把青菜吃了。我有些愣神，这条皮筋是我上次留在他家的，没想到他会戴在手腕上。再笨的人也应该懂这是什么意思。女生匆匆忙忙吃往嘴里扒饭，溜了。周清顾把包好的蟹肉放在我面前，挑眉，开心了。我丝毫没有被他看出小九九的心虚感，愁牙问：他在追你？应该吧。我塞了口蟹肉，努嘴。那你别答应他。周清顾双手抱胸，悠哉开枪。凭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这人真是从小到大油盐不进啊。我对着他眨巴眼睛问道：我的皮筋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偷偷喜欢我就明说，我又不是不答应你。周清顾不自在的喝了口水，语调端的散漫。哦，你的呀。我妈捡着让我给妞妞扎毛用的，没想到你先用了。妞妞是她养的长毛狗，每天被周阿姨打扮成花里胡哨的样子，造型比我还多。我瞪了眼周清顾，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临近过年，周清顾和我都放长假，我妈和周阿姨约好一起去海边过年，那里刚好有房，够2家人住。可谁想他们突然临时有工作要处理，让我俩先过去等他们。也不知道是真有工作，还是预谋已久。正合我意，没有大人在我发挥更自如。舟车劳顿，我靠在周清顾肩上睡得昏天黑地。等睡醒才发现，他为了能让我睡得舒服点，一路上都没换过姿势，肩膀抹了半边。我象征性的给他捏了2下，他还挺受用，舒服的眯着眼，像只吃饱喝足的大猫，个子小小，力气倒挺大。周清顾拖着行李先走进房间，顶灯刚亮2秒就刺啦一声坏了，黑灯瞎火，啥也看不见。我懒散的拽住他的胳膊，装作很慌张的样子往他怀里钻。好黑啊，好害怕，四周很安静，隐隐还能听到外面的海浪声。他深呼吸，把我拉坐在沙发上，语气不太友善：怕你就待着别动，我去找蜡烛。这种暧昧时刻，我怎么可能放他走啊？天真。我用2.0的眼睛精确找到他脚的方向，伸腿绊了他一下，然后趁他不注意跨坐在他的双腿上，手指捏住他的耳垂，感受着灼热的温度。这里哪会有蜡烛？你陪我待会儿。周清顾咬着牙，语意因隐忍而微微发颤。苏念瑶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谁教你这些乱七八糟的？他生气就会连名带姓的叫我，特别是现在刻意咬着字，显得声音更加嘶哑。来之前我找海后闺蜜学了好几招，还看了好多小电影，没想到这么好用。男人果然禁不住撩拨。我把头埋进他的脖颈，蹭着他的脸颊。你不喜欢吗？这招不是对男生都挺有用的。周清顾的嗓音有些沙哑，像是抑制到了极点。你还对谁用过？就只对你用过，这是实话。我没谈过恋爱，但好在胆子大，这些事做起来没有丝毫不好意思。好在对象是周清顾，要换做其他人，我也做不下去。我就不相信他能受得了这种撩拨。按闺蜜说的，这种时候男生一般都会溃不成军，
果然，周清顾环住我的腰，抬脚往卧室走去。周妈妈，你儿子应该还是喜欢女孩的，这不轻松拿下。可剧情怎么有点不对劲啊？这狗东西居然把我捆起来扔在了阳台上。他和我来旅游，还准备绳子，防火防盗，还防我是吧？气哭！周清顾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这样都不行！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忽的被气笑了。行不行？你试试。我瞪着眼睛，试试就试试，谁怕谁啊？周清顾有些无语，用食指把我凑近的脑袋往后抵。你能不能有点女孩样？不知道你和我妈在搞什么小九九，来电之前你先在这降降火。我有些心虚的缩了缩脖子，她不会猜出来了吧？这要被发现，周妈妈给我的1万块奖励金可得打水漂。这几天饭菜都是周清顾做的，我主打一个啥也不会。他做的菜都很合我的胃口，又辣又香。茶余饭饱后，我给自己点了香薰洗澡，很享受。洗到一半没水了，眼睛进了泡沫，睁不开。我拿了条浴巾裹住身体，朝门外大喊：周清顾！浴室门没锁，他匆匆忙忙的走进来，看见我这副样子，声音不自觉的沉了几分。怎么了？我难受的去摸眼睛，感觉火辣辣的疼。停水了，泡沫进眼睛了，你帮我弄弄。别揉，等着。周清顾出去又折返进来，把我拉进浴室隔间，用矿泉水慢慢给我冲洗眼睛。还难受吗？眼睛逐渐恢复清明。我抬头撞上他的视线，漆黑的瞳孔闪着光亮。浴室的水汽四处蔓延，我的指尖微微蜷缩，心跳不由自主的加快。气氛都到这了，不利用一下，怎么对得起老天给的这个机会？我发誓我只是想来点肢体接触，可这嘴不偏不倚的擦过他的耳后，带起阵阵战栗。周清顾也没我想的那么六根清净，耳尖到锁骨逐渐变成好看的粉色。他喉结滚动，把手里的水塞进我手里。你先出去。我也有些不知所措，木讷的接过走出浴室。紧接着传来水声，周清顾好像在里面洗了个澡，半天没出来。我捂着胸口，微微喘气。完蛋，对他心动不是一星半点。自从亲了周清顾以后，他单方面宣布不理我，任由我像知花孔雀在他面前开屏。好几次想和他说话都被忽略过去。下午冲浪回来的他目不斜视的进了浴室，完全没有搭理我的意思。我邀请他去沙滩市集的话硬生生憋在了嘴边。他对我是真没什么兴趣，都送到嘴边了还不上套。我说不清现在的感受，挺郁闷的。我就那么没吸引力吗？我瘪瘪嘴，进卧室换了身性感的吊带，独自出了门。冬天的海边很暖和，晚风吹在脸上自得又舒服。我沿着规划好的路线走走停停，最后驻足在一家露天民谣吧门口。门口三三两两的浪人热情的和我打招呼，进来一起玩啊！我朝他们露出梨窝，欣然接受了邀请。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不多时就打成了一片。我们喝着酒，唱着歌，享受着自由。我还在这遇到了同校的学长宋鹤年，他立马认出了我。苏念瑶，你也来海边过年啊？好巧啊，学长。他递给我一杯像日落的饮料，尝尝，这里的特色。我小喝了一口，酸酸甜甜的，还挺好喝。我和宋鹤年算不上熟，只是在学校的社团见过几次。他人挺好的，对我也很照顾。他邀请我明早一起出海，说是能看到最美的日出。我犹豫了会儿，答应下来，反正家里那个也不在意我去哪儿。傍晚回到住处，隔老远就着到周清顾站在门口，面色铁青。苏念瑶，我抱着学长送我的椰子，学着他神色淡淡的样子。在。周清顾眉头紧锁，胸膛剧烈的起伏着。为什么招呼也不打就跑出去？电话也不接，信息也不回。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一下午，他不是不想理我，只想自己待着吗？我给他空间还不好吗？真难伺候。房间里的温度很舒服，我躺在摇椅上晃荡。手机没电了，确实是没电了。不过后来学长说借我充电宝，我没要罢了。我轻描淡写的态度惹毛了周清顾，我被他粗暴的拽进房间里，摔在床上。还没来得及逃，
就被他整个人压在身下，他鼻子胡乱在我面前嗅着。你还喝酒？你知不知道一个女生晚上独自喝酒很危险？要是遇到不怀好意的人把你拖走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怎么和你爸妈交代？你就这么对自己不负责吗？本来还觉得有些抱歉，害他担心了，可最后一句话让我很不舒服。我什么时候对自己不负责了？又没让你管，你谁啊？周清顾额头青筋暴起，深呼吸了好几次都没消火。好，我谁也不是。他实在气不过，但又不能真的动手。想来想去，直接把我翻了个个儿，大手抽在了我身后，一下又一下。我猛地僵住，不敢相信他真的会动手。上次还隔着被子，这次可没有，扎扎实实的感觉让我又痛又羞耻。周清顾，你居然实在有些说不出口。从小到大我就没挨过打，更别说还是这种地方。你变态啊！周清顾也尬住，站在床边半天没说话，影子覆盖在床头，跟老僧入定似的。我把头埋在被子里，一点都不想理他。满是静谧，只有我俩此起彼伏的呼吸声，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打破僵局。周清顾小时候就这样，只要生气就不说话，每次都要我去哄他才愿意低头。这次我才不要先去哄他，他爱干嘛干嘛。也不知道隔了多久，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感觉有人把我横抱起来，正放在床上，小心翼翼的擦拭着眼角的泪水，嘴里叽里咕噜也不知道在说什么玩意儿。我屁股一撅，又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我是被电话吵醒的，从床头胡乱扒拉着手机接通。喂，我宋鹤年，还没醒呢。我到你楼下了。我从床上坐起，才想起来昨天答应的事，连忙说道：抱歉学长，我马上下来，你等我5分钟。电话那头轻笑安抚：不着急，还有时间，你慢慢来。可能是我动静太大了，把周清顾给吵醒了，他半眯着眼睛靠在卧室门框上。大清早的，你要去哪？我没理他，踩着夹脚拖鞋出了门。没走2步就发现追上来的周清顾，他穿了件黑色 T 恤，鼻子上还架着副眼镜，双手插兜，整个人懒散又好看。你跟着我干嘛？真不长记性啊，屁股不疼了。旁边传来很轻的笑，浅浅的气息不是很明显，但足以让我面红耳赤。他居然还敢提这茬，狗东西脸皮见长啊！我没接茬，鼓着嘴往楼下冲。宋鹤年看到跟着的周清顾，眼睛微闪，略带疑惑的打量这位是。不用管他，咱们玩咱们的。周清顾下颌紧缩，原本瞧着心情尚可的面色变成了猪肝色，眼神清冷又警觉。海上风浪大，我站都站不稳，要不是周清顾拉着我，感觉我随时能飞出去。我还在生气，想把手抽出来，却被他出声制止：别动。他攥得很紧，掌心的温度从指尖一路传到心底，温温热热。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牵着周清顾招摇过市，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我和他是宇宙顶好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不准我牵他的手，也不让我贴着他。那时候我是真的挺难过的，好像一夜之间他变得不再和我亲近，我还不知道原因。现在他又好像没事人一样攥着我的手，指腹还轻轻揉捏着我的指尖。这人真的很可恶，随意就能拿捏我的内心。海上的日出很美，旭日从海平线上缓缓升起，将天际涂抹成好看的橘色。周清顾躺在甲板上，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亮晶晶的。我仿佛不受控制般的想靠近他。他额前的发丝细碎，乱糟糟的，看着比平时少了几分锋芒，眼皮合着，呼吸安稳，像是睡着了。我趴在他的脸庞，支着身体细数他的睫毛，鬼使神差的抚在了他的眼睛上。周清顾睁开眼，伸手捉住我作祟的手腕，想干什么？我努努嘴，看你睡着没有，好推你下海。周清顾勾唇轻笑，把我的手当眼罩搭在自己的眼睛上，别动啊，动了把你丢下海。什么人呢？宋鹤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，突然把上衣脱了，露出精壮的身材。这下给我看呆了，还有这副理。
他朝周清顾抬下巴，兄弟，游泳吗？男人之间的竞争就是这么突如其来，一时之间气氛有些尴尬。但我不打算阻止，主要我也想看周清顾脱衣服，嘿嘿，谁不喜欢雄竞啊？周清顾掀起眼皮，坐起来慢条斯理的把他碍眼的黑 T 脱掉，宽肩窄腰，野性难驯。他站定在我面前，遮挡住视线，腹肌近在咫尺，抬手就能摸到。我刚想伸手戳戳看，就被他一个眼神给劝退了。我暗自唾弃自己，不是我要勾引他吗？怎么反被他给勾引住了？接着两人接连跳进海里，自由奔放。我脑子里浮现出3个字：海之子。在上来时，宋鹤年对周清顾的眼神不自觉的带着赞赏，隐隐还带着点迷恋。不对劲，极其不对劲，这种眼神我只在 gay 朋友身上见过。他趁周清顾去冲水，把我拉到旁边：你朋友有女朋友吗？或者是男朋友？学长你来之前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，怎么风向一下就变了？他有些不好意思的抿嘴：就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也不和你客套，我对你朋友有点意思，怕你俩是那种关系，先来问问你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是不是风浪太大给我堵住了？从没在他身上感觉到 gay 的气质啊。我俩不是那种关系，但我喜欢他。宋鹤年抬手在我眼前打了个响指，贴近我的耳朵低语：那就好，哥追到了，你好处大大滴有。周清顾行情好我是知道的，但没想到男女通吃啊，牛掰！我正准备张口问他怎么追，突然被人从背后揽住，结实的臂膀横在我锁骨的位置。说话就说话，站这么近干什么？我仰头看到周清顾不耐的眼神，带着极强的压迫感。宋鹤年上下打量着我们俩，最后停在周清顾那张脸上，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摸摸头，往后退了2步。还以为爱情来了，结果直接被扼杀在摇篮里了。你俩聊，我去问问船长有什么吃的。看着远去的学长，我有些于心不忍，转身问出憋了很久的问题：周清顾，你不是 gay 吧？我别把人家的姻缘给断了，万一2人都有点那意思，我可不能当坏人。周清顾不爽的啧了一声，把我从怀里拉出来，屈腿和我平视：我什么时候给你这种错觉了？那你怎么都不谈恋爱，也不近女色？我之前转发给你的美女视频，你一次都没打开过。我这几天在你面前都这么主动了，你还跟没事人一样。你要不是 gay， 就是不喜欢我。说到最后，我的声音弱了下来，还有点委屈。周清顾无奈的叹了口气：苏念瑶，从小到大，我身边除了你，还有其他女生吗？我摇头，实话实说，几乎没见过他和别的女生玩。那我有接受过别的女生的表白吗？我摇头，就因为这是阿姨，才怀疑他是 gay。我都被他弄迷糊了，绕来绕去的不说重点。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周清顾恨铁不成钢的掐住我两边脸颊，我他妈除了喜欢你，还能是什么？你脑子能不能用到正道上？妞妞都比你强点，妞妞都比我强。不是，喜欢我，他喜欢我。我眼尾泛红，对着他控诉：你说谎，你才不喜欢我，一个劲的躲着我。我喜欢上超市小胖子，你也不吃醋，还告状，害我再也没吃过免费薯片。周清顾看我的眼神跟看个傻子似的，捧着我的脸认真的说道：你喜欢的人什么时候超过3天？那些人都是你的过客，我根本没放在眼里。而且我妈说了，男生太容易被人得到，不会被珍惜。我害怕你对我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没个正形，真是好阿姨。我妈常说我做什么都是3分钟热度，极其不负责，看到别人玩滑板很酷，死活要学，摔了一跤后马上把板藏进杂物间里，再也没动过。今天喜欢韩国 idol， 一下家里人就要去看演唱会，结果被黄牛给骗得身无分文，流落街头，只能打电话向周清顾求救。当晚他就赶了最早一班飞机找到我，把我给带回家。还记得那时候他发了好大的火，也说了句你能不能对自己负点责这样的话。这样的事不止发生过一次，我说风就是雨，变心跟闹着玩一样。就因为这些破事，我没少挨骂。
可我对周清顾的感情不是这样的，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喜欢他，只要有关他的事情，我都很在意。周阿姨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满脑子只有惊喜和开心，终于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贴着他，撩拨他，说是我在试探他是不是 gay， 不如说是我在试探他喜不喜欢我。聊天说骚话，我故意的；吃饭蹭他小腿，我故意的；趁停电对他上下其手，我故意的。幸好这些故意都不是一厢情愿。那你为什么上高中以后再也不让我牵手了？这事儿我始终耿耿于怀。忽而我被一把抱起，周清顾勾人的嗓音在船上蔓延开来，因为你一牵我，我就想亲你。早知道你这么着急，我就不忍了。下一秒，他的薄唇压了上来，我的思想渐渐被潮涌占据。在男人刻意的撩拨下，我感觉脑袋发昏，偏偏身后没有倚靠，只能用手拽住他的肩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被他放开。现在还觉得我喜欢男的吗？我猛摇头，不敢惹。开了荤的周清顾实在有些让人招架不住。刚回到家，我就被他拦腰抱起，坐在玄关亲。他就像一头饿狼，他阴恻恻的声音响在耳后，勾引我还不够，还想勾引别人，能耐了。糟糕，还没告诉他学长的事。他不会以为我带着学长是故意气他的吧？虽然也有这方面的想法。我双手抵在他的胸口，把他往后推。这是你听我解释。周清顾身子压下来，牙齿啃在我的脖颈上，说出来的话黏黏糊糊。你说，我听着。学长其实喜欢的是你，想要追的也是你。他不可置信的抬头，无语的表情溢于言表。看他这样子，我笑得合不拢嘴，双手捧住他的脸，左蹭蹭右摸摸。这张脸怎么那么招人喜欢啊？男女通吃啊！哥哥，玄关的灯没开，只有点月光照进来。朦胧的夜色里，周清顾一瞬不瞬的盯着我，像是要把我揉进身体里。我只想招你，简直犯规。我再也不说他不近女色了。就在我俩打得火热的时候，大门咔嗒一声开了。我和周清顾很有默契的立马弹开，跟两个迎宾小姐一样站在两侧，就差说一句带有口音的欢迎光临了。我妈头戴遮阳帽，踩着细高跟的瞪我，杵这干嘛？我不给小费的，都说人尴尬的时候最忙碌，这话不假。我曲着脸去挽她的手，低眉乖顺地道：哈哈，妈妈我想你了，妈妈累了吗？妈妈您请进。周阿姨在旁边朝我使眼色，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，让我给她汇报试探进度。我偷偷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我和周阿姨跟做贼一样，悄悄躲在阳台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俩的秘密交易，把窗帘拉得死死的。瑶瑶，事情怎么样？这几天可急死我了。我不紧不慢的开口，根据我的观察，周清顾应该不是 gay， 是直的。他稍微松口气，又问：你怎么观察的？这个吗？我要怎么说？就各方面都很正常，甚至还有些超标。你可别帮他瞒着我。阿姨也不是保守的人，要真是弯的，阿姨得早点做心理准备，保不齐他哪天带个男生回来吓死我。之前你妈推荐我看了几部泰国的电视剧，就蛮好的，俩小男孩站在一起还挺养眼，我还刷了他们好多小视频呢。阿姑要是找这种，弯就弯吧。妈妈，你一天都在推荐周阿姨看什么东西啊？但该说不说，她和宋鹤年站在一块儿，确实还挺养眼的，嘿嘿。我哭笑不得，回应道：阿姨，周清顾真是直的，你相信我呀，情报属实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得催他赶紧找女朋友回家了。不用催，已经在家了。我也不是诚心想瞒他们，主要关系突然转变的有个过程吧。这套房子一共有3间房，晚上我屁颠屁颠的跟着我妈，准备和她一起睡，可她把房门堵着，就是不让我进屋。我和你周一睡，你自个儿找地方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爸那个酒鬼和周叔叔喝得醉生梦死的，隔着卧室门我都能听到两人在唱兄弟抱一下。那就和阿姑睡去，我俩已经21了，再睡一起像话吗？我妈睨我一眼嫌烦，把我推出门外。
那你自己想办法，另又打扰我们小姐妹聊天，都说想要个开明的父母，但有时候太开明好像也不太行。周清顾给我留了盏小台灯，自己睡在地铺上。我百无聊赖的盯着天花板，叫他：周清顾，你睡着了吗？没，我滚到床边，枕着胳膊看他。我睡不着，聊会儿。他把手臂枕在后脑勺，嘴角漾起弧度。那就聊聊你和我妈的勾当。我就说阳台旁边有动静，周阿姨偏说没有。他都听到了吧？这聊天就没有意思了。我缩回脑袋，已读不回。周青固执没有放过我的意思，翻身上床，把我压在身下。各方面正常，你没试过怎么知道的？他的眼睛正对着我，眸中无尽笑意散开。我整个人像过电了一样，身上瞬间酥麻起来。说话就说话，你别贴着我。热周青固置若罔闻，滚烫的大手捏着我腰间的软肉。还乱不乱造谣？我是弯的了。我举手投降，委屈巴巴地道：不是我说的啊。呜呜，密密麻麻的汗珠布满后背，被他碰过的地方烫得厉害。我搂住他的脖颈，小声哼唧。热周青固感受到我的紧张，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怕了。之前招我的时候不是挺厉害挺嚣张的吗？之前都是假把式，我知道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虽然有点没出息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他用鼻尖轻擦过我的鼻尖，腻歪了会儿，哑着嗓子说道：先放过你，第二天我妈带着她的好姐妹以及咱们几个附属品去庙里拜拜。两人出奇一致的想要给我们求姻缘，在那跪着嘀嘀咕咕半天。菩萨都嫌他俩话多，看他们求签解签还要一会儿。我和周清固在寺庙周围转转，最后在一棵古树面前停下。树上挂满了飘逸的红丝带，象征着美好的祈愿。周清固从树下的木盒子里抽出2条红丝带，其中一条递给我，写一个。我坐在石凳上，小心翼翼的遮住，就怕周清固偷看。他被我这副贼眉鼠眼的样子逗笑。小土豆，拿过来给你系上。我又不傻，拿给他系不就全部被看见了吗？你蹲下背我自己来。红丝带被我系得高高的，隐约还能看见周清固 X 苏念瑶挨在一起的字样。我从周清固身上跳下来，揶揄他：你写的什么？他倒是坦荡，低头耳语：空的，想要的已经得到了。远山如黛，晨雾霭霭，寺庙里的钟声在这一刻响起。我笑嘻嘻的扑过去，环住他的腰，踮脚亲在了他的唇角，甜的是我早上塞给他的奶糖的味道。菩萨莫怪，情难自持。再转眼，我爸妈周清固爸妈就站在我们身后，12目相对，有些尴尬。周阿姨率先反应过来，拉着我妈的手就往庙里狂奔，10多级阶梯被她硬生生迈成了平地。走走走，还愿去。这俩人好上了，不用愁了。我就说这寺庙灵光吧。我妈扶住帽子，冷不丁的说了句：姐妹变亲家，妙啊。